嗨，我是 Cindy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面对着家里的大白墙，不知道从何下手装饰，或者挂了一幅画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要么还是太空，要么觉得太单调，那么今天这支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会从挂哪里、挂什么、怎么挂，到如何布置一面 gallery wall，一步步讲解墙面装饰的要点和技巧，希望能带给你一些灵感和启发，帮你避开误区，让你的每一分布置都物有所值。OK， 那不啰嗦，现在就进入今天的分享。第一步，决定挂画的区域。你是希望一幅画成为空间的视觉焦点 （focal point）， 还是只是作为锦上添花的小点缀？视觉焦点就是指房间里第一眼就会注意到的地方。如果是作为焦点，那就要找房间里最显眼的那面墙，比如正对门的墙，或者客厅沙发背后、卧室床头和餐桌旁边的墙面。在这里挂大幅的风格鲜明的作品，或者是布置成 gallery wall 来形成视觉中心。不过要记得一个软装设计的基本原则，就是一个空间里通常只会有一个视觉焦点。如果挂画只是作为空间的小点缀，那就选本身没那么抢眼，也不太拥挤的墙面，搭配小幅的低调的作品，这样既可以提升氛围，又不会喧宾夺主。这里也分享一个实用建议，最好选择有自然光但不会被阳光直射到的墙面来挂画，因为长时间的日光会让画作褪色，那钱就白花了。如果避免不了直射的话，可以用防 UV 的玻璃来装框，或者确保无框画有上防紫外线的保护漆。最后敲一个重点，就是注意正负空间的平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留白的艺术。摆了装饰物的区域是正空间，反之留白的部分就是负空间。负空间太多容易显得冷清单调，当然也更适合极简风。但如果正空间太多，那房间就容易显得杂乱压迫。只有掌握好正负空间的平衡，而不是把每面墙都装饰得满满当当的，软装布置才会协调有层次，住起来也会更舒服。第二步就是选画。我觉得家里的装饰画或是艺术品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你的个性，比如你喜欢的事物、去过的地方、你的经历和记忆，而不是单纯的跟风下单，好在 social media 上参加家居美图大赏。虽然选画是件很主观、很个人的事，但我还是想分享几个实用技巧，帮你在茫茫画海中找到最对的那一幅。毕竟优质的艺术品真的可以很贵，所以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。选画的时候，可以先问问自己，你希望这个空间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？如果想要营造一种宁静放松的氛围，那就可以选择线条柔和的抽象画，或是让人心情平静的自然风景。相反，如果你希望这个空间可以激发你的创意和活力，那就可以尝试选择色彩鲜明、构图大胆的海报或是摄影作品。当然，画作的风格也要和你家的整体装修风格协调统一。如果你家是侘寂风这样自然质朴的风格，那就适合选一些笔触随性、线条柔和的抽象画或是肌理画。要是挂一幅色彩鲜艳、特别写实或是波普艺术类的画，就会很违和。再来说说配色，你可以选择让画作和房间里的主色调相近，也可以反其道而行，用画作来引入一个新的点缀色，用小面积的对比色来点亮整个空间。如果是胡桃木和黑色家具为主的中古风格，就可以尝试引入带点灰感的大地色系，比如土橘、砖红、暗蓝、赭黄、墨玉绿这些复古温暖的颜色。一个引入点缀色非常实用的小技巧，就是让这个颜色在空间中的其他地方也重复出现至少2次，比如出现在靠枕、台灯、花瓶、烛台或是植物这些装饰物件上，去和画作中的颜色形成呼应，整体就会更协调，也可以在细节里体现出设计感，显得更高级。其实选画的终极要诀是尽可能选择和你有个人连结的作品，比如代表你去过的地方、喜欢的事物、欣赏的艺术家，甚至是你自己的摄影或是绘画作品。要记得，艺术的意义在于唤起你的情绪，而不是单纯的填补空白。所以尽量不要为了省钱或是省事，买一些批量生产的装饰画来凑数，这样不仅可能拉低整个空间的质感，也很容易看腻。
预算有限的话，其实有很多既经济又有个性的方法来布置墙面，比如把你喜欢的明信片、淘来的手写信、旧票根、旧书、杂志的内页，或是自己压干的叶子和花朵等等，加个画框，配个卡纸，也可以做出非常出彩的装饰。而且墙面装饰也并不一定要是挂画，可以试试挂陶瓷盘子、形状特别的镜子、挂毯、迷你花瓶、收集的唱片等等。在形式和材质上发挥创意，日常的物品也能变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装饰。第3步，确认挂画的尺寸。在选择挂画尺寸的时候，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画选得太小了。画选得太小会给人一种没装饰完的感觉，也容易显得小气，甚至是廉价。所以如果预算和空间允许，我们可以尽量选大不选小。特别是如果房间本身没有特别突出的建筑元素，比如壁炉、大落地窗、裸露的木梁等等，那么这时候一幅大尺寸、存在感强的画作就可以担当起视觉焦点的角色，瞬间提升空间的质感和档次。当然，画作尺寸也要考虑和家具还有整体空间的比例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把画挂在家具，比如沙发、边柜或是床头板上面，那画的宽度最好是家具的1/2到2/3之间。如果是一整面空白墙，那画的尺寸应该占据墙面可视宽度的60%到75%，这样既不会太空，也不会太拥挤。当然，画越大往往就越贵，所以如果预算有限，也可以选择双联画、3联画来代替一整幅大的作品，达到类似的视觉效果。也可以自己动手 DIY， 比如把有设计感的壁纸、纹理感强的布料装裱起来，就可以成为一幅预算友好又有个性的大幅作品。接下去第4步就是确认上墙高度。一般来说，画框的底部和下方的家具，比如沙发、边柜之间，应该保留15到25厘米左右的距离。这样视觉上画和家具是相关联的，而不是悬浮在半空，失去了整体感。画挂得太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挂画错误。如果是挂在空白的墙面上，那么最通用的挂画高度就是画中心离地150到160厘米左右。这是大多数人平视的视线高度，也是美术馆常用的标准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参考值，你可以根据画幅大小或是空间的具体情况来做适当的调整。另外，画作也不一定要钉在墙上，可以斜靠在边柜上，大小画作前后叠放，放在地上，排列在展示架上。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增加空间装饰的层次，对墙面的破坏也更小，对租屋一族来说也更加友好。最后，我们单独来说说 Gallery Wall 画廊墙，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软装趋势。Gallery Wall 真的可以给空间增加很多的趣味、创意和层次，但是想要挂得好看、高级，就需要掌握一些技巧。如果想要精致现代的风格，那你可以选择相同的画框，搭配统一的作品风格，用对称的方式来排列。如果更喜欢有个性的混搭，那就可以选择不同尺寸和颜色的画框，搭配风格不一的作品。我们甚至可以混搭一些立体装饰，比如小雕塑、镜子、装饰盘等等，去打破全是矩形化的单调，让墙面更有趣。但是混搭也不是乱搭，你可以通过一些重复元素来制造整体感，比如相同的色调、纹理、构图风格或是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，整个画面就会产生呼应，看起来既丰富又不杂乱。画廊墙的另一个精髓在于节奏感和视觉重点的把握。一组画当中最好有大有小，有主有次，同时在一些图案复杂、色彩浓郁的画之间穿插一些简洁有留白的作品，这样可以给眼睛一些呼吸的空间，避免视觉疲劳。在确定上墙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所有画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划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整组画作的中心高度离地150到160厘米之间，避免挂得太高。画与画之间呢，一般建议保持5到10厘米的间距，当然这个间距也不是死板的，大作品之间距离可以稍微留宽一点。最关键的是，画和画之间不要挤得太近，也不要离得太远，远到它们看起来彼此毫不相干。
在下单购买画作、画框或是正式挂画之前，我们可以用电脑软件，比如 PPT 这样简单的工具来模拟画廊墙的组合和布局，也可以帮助你挑选最合适的作品和尺寸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卡纸裁出画框的大小，用胶带粘到墙上，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实际的排列效果。在挂画上墙的时候，也可以帮你找准打钉的位置。希望今天这支视频能让你在挑选墙面装饰、布置空间的时候多一点信心，也更享受其中的乐趣。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那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